大家好，你听说过认祖归宗这4个字可以值多少钱吗？我跟你说，有人认个祖，直接开启了100亿增产的副本，连亲生的兄弟都傻眼。但问题来了，这一仗他真的打得赢吗？到底认祖还是被祖宗打认？这背后的法律关卡可不只是 DNA 这么简单。吴火狮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《鹿鼎记》里面出来的老江湖，其实是星光集团的创办人，身价上看千亿的企业巨子。他1986年过世，生前风流倜傥，结果后院起火。没错，一名叫做陈子婷的女子跑出来说我是她女儿。更猛的是，他不是突然心血来潮，是花了20年2代人的时间，跟吴家兄弟死磕法律，一路从地方法院打到了最高法院，最终成功认祖。哇，这下不是简单的狗血8点档，这是正律悬疑大戏。但话说回来，认到祖就能够认到钱吗？我们先来看看他这一条认祖路上面有多么的坎坷。陈子婷的妈妈陈丽如早在1976年就和吴火狮交往，1984年生下了他。根据法院的记录，吴火狮不只提供生活费，还派星光保全董事长李丰尧每个月30万帮他缴学费、生活费，甚至安排他去日本租屋读书。这不是偶尔的关心，这根本就是长期的 VIP 待遇。但你以为这样就搞定了吗？错。吴家6兄弟坚决不验 DNA， 法院只好根据这些证据间接的推断。好了，看样子他真的是老爸的骨肉，最高法院也这样判了。但奇怪咯，既然认了，那怎么大家现在又吵成一团了？原来法律像一台精密的瑞士表，认祖只是一个针头，后头还有齿轮、法条，一堆规则要转动。这当中最关键的一条法条，就藏在民法第1069条当中的但书里面。这句话有够短，但第三人已得知权利，不因此而受影响。这么一句但书，听起来就像约会当中女生说的我没有生气，你最好小心点。它的法律威力大得很，堪称继承界的核弹级条款。怎么说？意思就是，你今天纵使认祖成功了，但如果其他继承人早就分好了遗产，该过户的过户，该领的股票领光了，那么你陈子婷再怎么哭诉也来不及了，因为人家已经得权利了。法律不能说翻脸就翻脸，但问题又来了，什么叫做得权利呢？什么叫做已分割？不是大家拿了一点红包就算分光光了。最高法院在103年度的权威判决书说得很清楚，要看遗产有没有实际分割完。如果吴火狮的房子还登记在他的名下，股票、存款还有其他公司的账户里面，那么就表示这一块大蛋糕就没有切，你陈子婷完全可以拿叉子来抢一块。但是如果房子已经早就登记给大哥，股票转给二子的账户，大家早已经分得干干净净了，不好意思，那么你顶多看看照片，吃不到实体。重点来咯，吴火狮1986年过世，到现在快40年了，这些资产早就切成了榴莲酥、凤梨酥了，还有得分吗？这就是星光案真正吊诡的地方。吴家兄子一定会拿出这一条防火墙，说我们都合法的分好财产几十年了，这个小妹现在来抢，是不是有点太晚了？听起来有道理，对吧？但嘿嘿，事情还没有完，防火墙在后也挡不住一件事，什么？你们分光了是吧？好，那如果哪天我们在海外账户突然翻出了一卷谁都不知道的遗产，像是瑞士银行里面躺着一堆金条，这些新发现的财产就不是原本分配范围内的咯，这种叫做事后此发现遗产，那可是全新的大蛋糕，所有人都可以从头来分，包括这一位迟来的新公主。现在你就知道了，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家庭伦理剧，
这是高级的法律攻防战，一边是血缘正义，一边是法律秩序，每一条线索都牵一发动全身。认主是一回事，分钱又是另外一回事。有如打电动，你以为进副本就有宝箱，殊不知宝箱早就被其他的队友刷光了。那陈子婷怎么办呢？他倒是聪明，现在的策略就是不抢公司，不抢经营权，不闹内讧，我只是要你变卖资产之后分我现金。乍听之下像是和平使者，但你知道吗？一谈到钱，兄子们可就不是这么好说话了。从整起案件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？关键就是4个字：时间制胜。认主要快，分产要足，谁先启动法律程序，谁就掌握了主动权。来，用一首古诗总结这么一场吴家的风暴：遗产如潮汹涌来，认主千金只一财，防火墙前谁争路，血脉真相慢切牌。喜欢这一种层层揭晓、高潮迭起的故事吗？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跨界茶话间，我们下集还会有更精彩的真相等着你。我是阿峰，祝大家好运连连，家族和睦，不打官司只打麻将啦。